得知未婚夫婿摔断腿的那天，我高兴得一宿没睡。自9岁那年，我仗势欺人，和他定了娃娃亲，就一直是我剃头挑子一头热。这下他困在轮椅上，可不就任我拿捏了。然而，当我把他按在轮椅上，他唰一下推开了我。一向稳重自持的世子爷面色潮红，惊慌失措，下一秒推着轮椅跑了。我说：“你都19了，侯府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既不下聘，也不定日子，怕是想退亲呢。”你胡说！聂成待我亲近的很，左右不过这2个月就会定下来了。这女人10年过去了，还对当初慢我一步的事耿耿于怀，时不时就要在我耳边说几句风凉话。这世上当真有谪仙般的人儿，我见世子多妩媚，料世子待我差点意思。见过郡主。这声音当真如听仙乐，耳暂明。爹，你快去问他是哪家的，你去帮我提亲，我要他做我的夫君。阿晨，你是个男子汉，可不能让人家姑娘丢了脸面。好，那朕就为郡主和世子保个媒，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陛下圣明。我也不想如此不矜持，只是八皇叔家堂姐的眼睛早就粘在了他身上。娘从小就教育我，先下手为强。姐姐还是别操心我了，你都快20了还没婆家。我前几天看8省级的，嘴上都起燎泡了。哼，我只劝妹妹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可笑，本郡主还没吃过不甜的瓜。怎么，姐姐吃过？那倒也没有。话虽这么说，我这心里也着急。这几年聂成的学问是越做越好，官越做越大，别真是有一天翅膀硬了就想退亲。郡主，不好了！世子爷从马上摔下来了，伤得重不重？听说以后怕是站不起来了。王爷和王妃已经赶去侯府了。啊！九叔指定是去退亲的，我们也去看看。春桃，回去告诉我爹，就说侯府要退亲了，我去捡个漏。哎，知道了，小姐。他受伤了，这不正是我们培养感情的好机会吗？你什么毛病？骄傲而冷漠的男人断了腿，美丽温柔善良的本郡主安慰他，感化他，贴身照顾他。再冷漠的人，沉浸在这样的温柔乡，都会笑出声来吧？你不怕他下半辈子当真要在轮椅上度过？嘿嘿，那不正好？他跑不了，那还是万事都由我做主。懂我的意思吧？唉，安荣，我就说让你少看点那些街边文学，满肚子黄水。郡主，真没感觉啦？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都要成亲了，我俩还不亲？我爹娘来了，在前厅与侯爷侯夫人吃茶呢，怕是商议退亲之事。我是不会抛下你的，他们要是敢逼我退婚，我就背着你私奔。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力气。郡主，金枝玉叶，实在不必在我一个废人身上搓戳。哪里废了？让我检查一下。每次我来，这屋里的门窗都大开着，像是怕我要对他行不轨之事，他好及时逃跑。这个天不时有风吹进来，他指定是受了风寒发热了。倒也不烫。这是准备随时要跑路吗？我在这里，估计他就是不舒服也死要面子不肯说出来。放心好了，本郡主可不是那种霸王硬上弓的人，你没事便好。我走了。木头。大夫说您得静卧才行，这才坐了好一会儿，就腾出这许多汗。我知道他必定要来，来了看我躺着动弹不得，当面不说，背后又要掉眼泪。这也罢了，眼见入秋风寒，世子还将门窗大开着，眼下您这身子骨不要命了。我们婚事未定，他来我房里，若门窗紧闭，难免生出闲话。女子的名声很要紧。郡主豁达，不会在意这些细枝末节，所以我更要细致些。
那盘桃花酥就剩的最少，他肯定喜欢。找个由头送到青兰手上。是。安云呢？回郡主，咱们王爷和王妃没有退婚的打算。安云郡主气鼓鼓的走了。青兰真是个聪明丫头，回回都知道打点我喜欢的秋风。爹娘，你们有话就直说，别学人家欲言故止的那一套。当初和你定亲的是世子，如今邺城他落了残疾，怕是不能够了。侯府的意思是，你觉得聂枕如何？那怎么能成？我要一个就够了。娘已经答应了，就聂城那个性子，你不逼一逼他，他是不会着急的。娘亲高明。永宁侯府的世子换了人，安荣郡主要和侯府二公爷聂枕成亲了，快说说怎么回事？都3天了，聂城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得耐得住性子，要矜持，等他忍不住了，自然会来找你。他会忍不住？他可太能忍了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我不想依我娘的，但他拳脚功夫了得，我干不过他。爹，我都被娘拘在家里半个多月了，听闻这次围猎热闹得很，您就带上我吧，我保证不给您惹麻烦。郡主，王妃说了，您要矜持，我就和她说几句话，不算不矜持。好，青兰，帮我看着点，要是我爹来了，速速来抱我，就一会儿啊。我以为你不会来。阿枕一定要我来和他组队，说我如今这模样，谁能不让我们3分？郡主怎么不去围猎？今日的头奖是陛下亲赐的墨宝。这也能拿来当头奖？黄伯父不想赏就不要赏嘛。郡主慎言。聂城，你为什么一直叫我郡主？我身边的略亲近些的人都叫我的名字，只有你，10年了，从来都只叫我郡主。不然呢，弟妹？原来你都知道，我只当你不知道呢。我要嫁给别人了，你就一点也不着急？急什么？郡主嫁的总归是永宁侯府。聂枕他们还没回来，文修也不在，你一个人待着不安全，万一被野兽踩坏了另一条腿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脸上是……林中钻出的小鹿舔了舔郡主，想来是喜欢郡主。鹿呢？回林中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惜，我只听说过猎场有鹿，还从来没见过呢。郡主，快些走啦！王爷他们打猎回来了，要是被王爷知道，您又要挨骂了。呀！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当心点，别被踩着了。哎呀，我忘记告诉他，让他尽可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嫁给旁人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刚刚看他都瘦了，定是为此事劳心，他心里一定是有我的。郡主，只怕世子未必看不出来您非他不嫁，我看您大可不必担心。刚才文修给我的，说是桃花酥。今日天寒，大哥还非要来围猎，这要是着了凉，回去免不得又是弟弟我挨骂。整日在府中待着，生闷。校场坐着就不闷？可以看书。大哥少蒙我，这书来时就是这一页，2个时辰就看了1页书。经翻黄眼，清风捣乱。非翻动，非风动，仁者心动。哥，等下到城郊岔路把我放下，我就不随你们回去了。我发现张赫不对劲，我怀疑你坠马的事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害你的人，我定要亲手揪出来。算了，
我腿伤痊愈的事先不跟他说了，他这个性子知道了，反倒要横生枝节。娘，近来永宁侯府不大太平，老大残了，老二丢了，怕是有人暗算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，莫要再去侯府了。你是侯府未来的儿媳，要是被仇家捉了去，侯府怕是要乱作一团。你好好的，才是不给聂成添乱。知道了，我也怕被坏人捉了去，被娘关在家里安全。就你嘴贫。我救他是因为他的腰牌掉出来了。我知道永宁侯府4个字有多大的分量。醒了。我身体力行的照顾他，时不时与他有点身体接触，穿着我最好看的衣服，在他面前晃悠，就是希望他的心里能泛起一点涟漪。双亲走得早，我吃了太多的苦，我太想体会那种有权又有势的滋味。我是永宁侯府的小侯爷，你救了我，我理应报答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嫁给你。那不成，我已经定亲了。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娶我，能找这么一句托词，我还挺感动的。哦，那我要钱，你多赏我点银子。林芝，你都不知道再争取一下的吗？你天天打扮的花里胡哨的，诱惑我，不就是想嫁进侯府吗？再想想还有什么法子？比如……那你兄长呢？他可曾定过亲事了？稳下来，稳下来，让本姑娘生米煮熟饭。我没那么高傲，没什么比当孤女受人欺负的日子更难熬了。要是能进侯府，我不介意当妾。不妥，对你名声不好。小侯爷哪里知道，世道艰难，对我这样一个在温饱里挣扎的弱女子来说，名声并不打紧。你且等着，待我回府，便差人拿10两黄金来换。你可千万记得，让你家里人快点给我送钱来换你的腰牌。聂诊在的这3个月，我实打实体会到了有男人的好处。他这一走，那些难缠的恶灵又要来欺负我，当真还有几舍不得。安荣郡主，我今日是来退亲的。不早哉！堂堂郡主你不娶，你要上天不成？我知道，侯爷这是做戏给我看，想让我成全他们。其实我也不忍看着他挨打，但是我当真好奇那位奇女子，竟能让聂诊为她做到如此地步，他日必能为我师。你要上天不成？那女子是何门户？你又是何身份？我只问你登对吗？她是李子相林家孤女林芝，我是永安街聂家次子聂诊，我们无婚无嫁，何来不配？侯爷息怒，这要再打坏一个，您可再没多的儿子能袭爵了。正是，正是。1个月过去了，侯府的钱没来，侯府的人也没来。开门！别躲在里面装死！之前借着聂诊的威，得罪过的恶灵又来了。既然他把我忘得干干净净，那我答应他好好保管腰牌的事也做不得数了。这地方不能住了，我得重新买个宅子，这些应该够了。
客官要几斤豆花？你不是在西市卖烤鸡吗？我搬家了，城里不让养鸡。那你会的还挺多，带我去新家看看。我刚出摊儿。这桶豆花算我买了，行吗？得嘞。灵芝，你就不能卖豆腐吗？你知道这桶衰路的东西多难提吗？你每天都拎着这么沉的东西走路去东市。我不卖豆腐，是因为我娘只教到做豆花这一步就去世了。不过去东市倒不费力，隔壁的刘大哥在东市卖猪肉，他有板车，每天都帮我推豆花去东市。走，哪边？尚可。小侯爷可是来给我送钱的，您当时答应我的10两黄金。我人都来了，难道还比不上10两黄金？你就那么喜欢这些黄白之物？听听这视金钱如粪土的语气，是有钱人才会有的口气。聂诊向来喜怒不定，我怕招惹到他，还是不要跟他呛嘴了。哼，你答应我的。我的腰牌呢？侯府的腰牌是每个人只有一个吗？还是说……说吧，你又把它当到哪间当铺了？上面有你们侯府的印，我怎么敢随便拿出去当？这字儿不都还在吗？我就用了点边角料。自从知道你又走了，隔壁王虎天天装醉敲我家劝门，我真怕哪天那个门撑不住了。你们侯府又迟迟不送钱来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我切开过后才发现是金包银的，但也够用了。侯府出了点事，我脱不开身，又怕连累到你。总之我来晚了，对不起，林芝。那些欺负过我的人，从未有人对我说过对不起这3个字。他不曾欺负我，却对我说了。你这次来找我，是单单给我送钱吗？我并不迟钝，相反，像我这样孤苦无依的孩子大多早睡，很能感知一个人的心意。我心里升起隐隐的希冀。他是来带我去侯府的吗？你不要再去卖豆腐了，就在家里好生待着，得空我会来看你。我卖的是豆花。这个你留着，实在没钱花，边边角角的还能再卖一卖。林芝，你再等等我。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戏文里说的那种被富家公子惯养的金丝雀，但我无所谓，只要有银子。难道会有人有钱了还想去讨生活吗？此后我便不再去卖豆花了，但手艺不能丢。要是哪天聂诊不给我银子花了，我起码不至于饿死。这一天我正在磨豆花，从他的面孔我就能判断出他和聂诊的关系。这样的话本子我没少看，我很清楚，我狮子大开口的机会来了。灵芝姑娘，不介意我进去坐一坐吧？我是永宁侯的夫人，也就是聂诊的母亲。见过侯夫人。若是以前，聂诊要是想娶你，我不会多说一个字。婚姻漫长数十载，真心最重要。娶我，不是纳我为妾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他长兄摔断了腿，余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，身有残疾，不能承袭侯爵，世子之位只能由聂诊来继承。永宁侯府的世子和九王爷家的安荣郡主早就定了亲，九王爷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原来他说他定了亲都是真的。上次他回来闹着要退了和郡主的亲事，要娶你为妻，把他爹气得不轻，动用了家法，他足足在床上躺了1个月。怪不得他过了1个月才来寻我。最后他爹松了口，倘若郡主容得下你，便允你入府做贵妾，吃穿用度按侧妃的理制。谁知这小子犯浑，说要不是你，他早就死在荒山野岭，纳你做妾是侮辱你。我从未设想过能做侯府夫人，我这样的身份，当个贵妾哪里算侮辱？平时看着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小侯爷，私下却是个只会泛舟的死脑筋。林姑娘，若是我们瞒着聂诊，先替他签了你的纳妾文书，你可愿意？侯府贵妾，以后再也没有恶灵敢来欺负我。曾经我幻想的一切都在眼前，唾手可得。对不起，侯夫人。
我不愿意，以前我是愿意的，但他为我做了这许多，就算被打到下不来床，还是苦苦坚持。我若是愿意，那就配不上他的喜欢了。灵芝，你是个好姑娘。我深刻地意识到，我和聂诊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从前，我只操心能不能吃饱穿暖，现在，我居然开始考虑，如果他真的因为我一意孤行，得罪了九王爷，那他会是怎样的下场？能让聂诊妥协的方式有2个：我嫁给他，或者我嫁给别人。隔壁刘大哥对我很热心，话少但可靠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卖猪肉的，嫁给他这辈子都不用饿肚子。择日不如撞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在这里，怎么能抓住你给别的野男人暗送秋波的现行？我送的是豆花，你把他人呢？给了他1笔银子，请他离你远一点。那肯定是很大一笔银子，你可以把银子给我，我可以主动离他远一点。我怕你一离开，我又找不到你。灵芝，我没有通天的本事，你上次从西市搬到东市，我都花了10多天才找到你。你要是再跑得远一点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你了。我只要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你，想到好久好久后之后才能找到你，想到你可能因为自己撑不下去，就随便嫁给了卖猪的、卖鱼的，简直比挖了我的心还要痛。聂诊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不是你自己天天想方发法来撩拨的，现在又来问我为什么？哼，灵芝儿，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心？聂诊一直对我的揩油行为表现得极为抗拒，甚至有点嫌弃。我以为他不吃这一套，没想到他还真吃这一套。我看到我娘来找你了，我也知道你突然跑来找这个卖猪的是为什么。不要有那种你嫁了人我就会死心的想法。虽然你嫁了人会比较麻烦，但我有的是办法。你安心在这里住着，家里的事我自然有办法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，只是他说的办法不知会让他吃多少苦。若是你想留我在身边，何不像侯夫人说的那样，纳我做个妾？我又不在意这个，何必要你为难？灵芝，你敢只身一人救下浑身血淋淋、生死未卜的我，说明你是个勇敢善良的人。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知道切下我的腰牌应急，说明你是个聪慧果敢的人。你会养鸡，会做豆花，做饭好吃，算账也快。你一点也不比生在高门大嫡的小姐差。不管是公主、郡主还是大家闺秀，你和他们是一样的。在我眼里，你比他们还要好。你凭什么要屈于他们之下，做一个妾呢？而且，我永宁侯府没有纳妾的传统。如果我不能娶你为正妻，宁可你嫁给旁人为妻，也不要你做什么妾。原来我有这么多优点，原来我除了贪财市侩之外，还是个顶顶好的人。你吃不吃豆花？我给你做一碗。那就尝尝，记得放糖。放糖吗？我觉得豆花还是麻辣的好吃。郡主，奴婢去把林姑娘请来，不行吗？我若贸然去找她，像是大防示威的作态，怕是要吓到她。我思来想去，办个春宴，便邀京城贵女，同时也给她递一份。若是以前，我定然是要跑的，但现在不会了。聂诊说的对，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，我没必要惧怕他们。林姑娘，您先坐一会儿。我怎么不知道阿枕什么时候换了口味，喜欢上这种清汤寡水的滋味了？可能因为他跟你不熟吧。你一个卖豆腐的，敢和我这么说话？是你先和我这么说话的。
而且我是卖豆花的。像你这种女人，贴着聂枕不肯走，不就是图钱吗？你不妨直说，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他？我警告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，本小姐有的法子让你滚远点。我要黄金10万两，现银。你狮子大开口！没钱还学别人拿钱打发人这一套。张大小姐，林姑娘是我请来的贵客，是我以后的酬励。你在我办的春宴上刁难她，是故意找我的不痛快。见过去郡主，我是替您打抱不平。一个商华女如何能配得上做您的酬吏？搞了半天她不是郡主。你这么看不起商户，可想过你身上穿的衣服，头上戴的珠钗都是怎么的到你手里的？莫非他们长了翅膀会飞不成？郡主教训的是，下去吧，我和我的仇吏有话要说。郡主说仇吏，那是自然。等我嫁给了聂成，你嫁给了聂枕，我是你大嫂，你是我弟妹，可不就是仇吏？但您是和世子定的亲，世子之位怕是要换人了。我管他世子是谁，我就是要嫁给聂墨。我都拿他当了10多年的夫君了，还能说换就换？再说了，世子之位有何了不起？再尊贵，能有本郡主的身份尊贵？当然，我没说商妇女不尊贵的意思啊。那王爷也同意，大公子他的腿，我爹同不同意不打紧，我们家都是我娘说了算。再说了，聂成以前跑太快，我都追不上他，现在他跑不了了，还不认本郡主在歌？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这什么脑回路？侯府好像并不知道郡主不打算嫁给聂枕，我故意没放出消息，就是想看看聂成知道我要嫁给别人会不会着急。结果他就对着我说了2个字，你猜是什么？别嫁。他称我为弟妹。今天我请你来呢，主要是有2个事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给你吃颗定心丸。我是不会嫁给聂枕的，你可千万别被那些给你施压的人吓泡了。虽然我和聂枕不熟，但从他哥身上我也能看出来，他多半也是个榆木脑袋。你要走了，他估计都讨不到媳妇儿。作为大虾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当光棍。还有一件事，你靠近点，我和你说，你是怎么让聂枕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非你不可的？既然是亲兄弟，这法子想来用在聂木身上也不差，就最肤浅的美人计。或许这法子对他们名门贵女来说太出格了。那我这些年装的矜持都算什么？早说呀，真是笨糟。郡主瘦了，郡主瘦了，府里有新做的杏仁糕。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相亲？这天下风尘千万般，值得寄予樱桃花心自然，心都是呵呵，不必再奢情就安荣，安荣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聂尘，竟像个寻常少年似的，羞得无所适从。林之诚不欺我，我今天来，郡主。灵芝，你说要是聂枕知道你背着他偷男人，还会喜欢你吗？张大小姐，我不曾得罪过你，聂枕也不是你的未婚夫婿，你何必故意刁难我？凭你不自量力，你身份低贱，根本就配不上他，他却为了你违抗父母之命，媒妁资言，连郡主也不肯娶。郡主金枝玉叶，我自不敢与他比较，可凭什么我连你也比不上？那年春日游园会，聂枕一袭红衣百步穿杨拿了头铠，我就此倾心于他。可他这么多年连个正眼也不曾瞧过我，反而是你，不知道使了什么卑贱手段，哄得他非你不可。你既喜欢他，就该找他表明心意，可你自视清高，非得拿腔拿调，让他心甘情愿拜倒在你的衣裙之下。你既不敢表明心意，就该把这份爱藏于心底，但你又做不到。你惹不起郡主，又不敢示爱，就来找我一个孤女的麻烦，在我面前找你那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
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我，不选你，因为你根本比不上我。我不喜欢他时，就只图他的财；我喜欢他时，也能为了他对抗你们这些高门大户的刁难。我喜欢就说喜欢，不喜欢就说不喜欢。就算有朝一日他移情别恋，我也只会骂他负心汉，而不是找一个无辜女子的麻烦。我比你强多了，你何该比不上我？希儿，你何须跟一个市井妇人多言？爹，这里面怎么还有他爹的事？就为了逼我离开聂诊吗？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。这个妇人赏你了，多谢张大人。我很少哭，年少时候的苦楚早就榨干了我的眼泪，就连王虎夜夜拍我的院门，我也只是拿了匕首放在枕侧，未曾哭过。有我在，不怕。小娘子，跟我走！张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小侯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下官不过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着想，又有何错呢？况且若能让小侯爷清醒过来，不再沉溺于这个妇人的温柔伤，也算是了了侯爷和侯夫人的一桩心事。我想，小侯爷便是告到侯爷那里，也不能拿下官怎么样。我爹娘可没你这样的黑心肝，而且我爹现在正在满城追捕你呢。张大人，张和害我哥摔断腿，害我差点命丧黄泉，这2件事，哪一件不能要了你的狗命？小侯爷，休要给下官安些莫须有的罪名。哦，那你不妨看看，你身边的亲卫可都在场？爹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张和想让张熙与我联姻，又嫌弃我没有世子之位，往后不能袭爵，便差人里应外合，在我哥的马车动了手脚，害他摔伤了腿骨。后面我化身家里的暗卫去追查此事，被张和的人发现，他们借着人多，想将我置于死地。幸挨坠崖后得你相救。原来他竟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险。那内贼找出来了吗？今日才将内鬼全部揪了出来。我也是刚刚知道大哥是假装残疾，如今我大哥并未残疾，这世子之位便还是他的。我不过是个空有名头的小侯爷，你可还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放心，虽无多大权力，但田产钱财是样样不少的。你一开始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，我不就说了吗？我想嫁给你，只是嫁给你。我就知道小爷的魅力可比什么世子爵位的虚名大多了。只是今日若不是你来得及时，我怕……自从上次找到你，怕你又偷偷跑了，我就安排了暗卫护你安全。有我在，你不必担心。不早说。只是眼下还有一件棘手的事，需要你和我共同去处理。祖母想见你。祖母，这便是孙儿要娶的人，您未来的孙媳妇。见过老夫人。你爹娘虽说都同意了这门婚事，但只要我不答应，便做不得数。我们侯府世代显赫，你祖母我是郡主，你妈也是一品大员的嫡女，你如今要娶这样一个商户女，会辱没侯府的门楣。再者说，我差人打听过这个女子，街坊四邻都说她是个贪财的主，她无非是贪图你的钱财罢了，哪有什么真心。祖母，这世上比我有钱的人多的是，他为何只图我的钱？这还不算是真心一片？你来说，这小子傲慢无礼，目中无人，性格乖张。祖母，你若是真心喜欢他，且告诉我你喜欢他什么？他尊重我，在我面前从来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他爱护我，虽然自己娇生惯养，可是苦活累活他都会帮我干，会为我打抱不平，赶走那些欺负我的人。他教会了我自尊自爱，让我知道我和天下女子是一样的，并不比谁低贱，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顶顶好的女子。我也不是不通情法理之人，你若想融入这侯府，
身上的市井之气必须改一改。我会请人来教你半年的规矩，你可吃得了这个苦？谢老夫人，灵芝不觉得苦。祖母，半年时间太长了，再说成了亲一样可以学规矩。哼，祖母，实话告诉您吧，在遇到灵芝之前，我喜欢的一直是男人，所以才会多番推脱家里安排的亲事。找大师来，定个日子，尽早完婚。是。我不想来，拘谨、无聊，点心难吃。听说是为了接待大汗的公主和王子特意举办的。稀罕。据说大汗的喜塔公主是大汗第一美人，看她一眼就能勾人魂魄。当真美得这么邪门？那我得去看看。所见略同。大汗的公主在哪里？身姿盈盈，果真是美人。你还有空看美人？你看她身边是谁？叶城，你看他凑那么近，摆明了有别的心思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这次公主王子过来，要是碰上合眼缘的，那是要通婚的。他若真有心思，那也是他的事，聂晨不会有那种心思的。你就这么放心？其实那天我强吻他的时候，他回吻我了。虽然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但我就是知道，他定然也是心悦于我的。这糕做的一般。你还有心情吃糕？那个女人都上手了。完了完了，她过来了，她来找你退婚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她要是敢退亲，我绝对骂得她满地找牙。我最近新学了几招骂人的话，十分了得。劳烦郡主一步。公主，臣的确已有婚约，这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安荣郡主。本宫自认为要比她美些。臣不以为。本公主赏识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你若是个聪明人，就应该知道权衡利弊。与我结亲，你就是大汗的驸马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光。你是公主又如何？他和我成亲，能做我的丈夫，也是至高无上的荣光。我是大汗的公主，你如何能比得上我？你是远来的客，我本不愿与你辩驳。你是公主，诚然尊贵，但大汗不过是我大黎的属国。况且不论旁的，和你同胞的公主就有5个，而我大黎皇室男丁兴盛，却只出了我和堂姐2位郡主。真论起来，你这公主未必有我这郡主尊贵。你出生非你我能左右，高低贵贱、贫穷富贵，也不是自己能选择的。但一个人尊贵与否，要看他自己心里怎么想。要紧的是，要真心觉得自己贵重，好好待自己，不要因为旁人而看轻自己。郡主好口才，谬赞。十五有庙会，郡主可会去放花灯？那你会不会在永安街桥头等我？会。那我也会。皇父突然要办家宴，特意下旨让我和安云一定要参加。你去永安街桥头，把信交给聂晨，告诉他今晚我怕是去不了，莫要让他空等。大汗的王子和公主3日后反查们此番前来，是想与我大黎永结秦晋之好，免生战事。不如挑个宗室女封为公主，多多赏些嫁妆，再给其父亲赏爵位，母亲封诰命，想来也是妥当的。正是正是。诸位叔伯没有女儿，体会不到女儿远嫁的痛苦，哪有父母舍得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和亲？要结秦晋之好，也不是非要2位妹妹嫁过去，让大汗选一位公主，儿臣愿娶她做正妻，此生绝不二娶。这法子朕也想过，只是大汗那边想要娶一位王后，在大汗境内弘扬中原文化。慢些。
我要去一趟永安街。哎，你怎么还在等？这么晚了。我知道你会来。希望没人要去和亲。安荣，你的心愿都会成真的。是我要去和亲吗？那倒不是，爹是欣慰，我闺女真是有眼光，挑了个1等1的好夫婿。哦，细说说。今日在朝堂之上，聂成提起和亲一事。我泱泱大国，朝堂之上皆为男子，男子有书可读，有学可上，有官可当。如今凭战乱保安宁，居然要赔上一个女子的婚姻，去嫁一个千里之外毫不了解的人，实为不公。要免战事，可以签合约；要传文化，可以建学堂。最重要的是增强国力，强大到对方无法企及，强大到对方望而生畏，强大到对方连打仗的念头都不敢有。和亲无用，搭上女子的婚姻更是不值。说得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被言官弹劾，陛下训斥，要他反思半月，不必上朝。爹，你没帮他说说话。我想修墓，还修不成，他这几句话就能修上半个月。江南的水灾，岭南的虫害，全都被他给躲过去了。早知道他有这口才，我都恨不得上去替他讲，也好修墓半月。堂姐这么晚找我，今晚想跟你睡。自打9岁过后，我俩就再没一起同寝而眠过。谁叫你抢走聂成？唉，我决定去和亲了。我爹说，近些年边境猖狂，内忧外患，国力强盛也不是一时之功。和亲虽不是长久之计，但眼下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安云，身为郡主，受百姓供养这么多年，如今为保一方安宁，去和亲是职责，也是荣耀。你别哭啊，我又没有个从小定了娃娃亲的郎君要嫁。我爹娘膝下也不跟你似的，只有一根独苗。而且我听喜塔公主说，她长兄是个举世无双的美男子，且励精图治，很有抱负。虽说都是盲婚哑嫁，但我可是去当王后的。你几时和喜塔这样好了？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世子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那他倒是没说错。哎，你怎么还哭啊？早知道就不来找你，你睡了。郡主，世子来了，来下聘了。我知道，他告诉我了。日子就定在7月初7乞巧节，黄道吉日宜嫁娶。为何是乞巧节？不觉得日子太赶了吗？还有不到2个月，我婚服都没做。我已经帮你备好了，晚些时候便叫文修送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备好的？等你穿上嫁衣那天告诉你。像是怕我跑了。婚礼快到出乎意料，老夫人觉得对不住我，亲自给我置办了丰厚的嫁妆。做梦一样，我就这样成了他的妻子。林芝，认真点。祖母不过是让我去学半年规矩，也就半年，你何必如此着急，撒这样荒唐的谎来骗他老人家？是谁天天撩拨我？还要我再等半年？我是个和尚不成？良辰已至，佳礼初成，9岁相逢，19如约，敢请夫人阙扇，共赴白首。我的嫁衣
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及笄那年。那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都不知道安娥因为这件事取笑过我多少次。唉，真可惜，没能在她面前扬眉吐气。她要是看到我有那么多品礼，她非要气得跳脚，也不知道她好不好。她很好，大黎在蜀国都有暗探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消息传得慢些。前几日来的消息说王后很好，和新王感情甚紧。原打算中秋回来探亲，只是王后有了身孕，不能劳累，只能作罢。算她运气好，这次让她抢了先。你及笄那年，我想来下嫔，路过永安街，见你和安云郡主在放花灯。待你走后，我偷看了你在花灯里许的愿。他居然偷看我的心愿，及笄那年我写的啥，能把他吓到，时隔4年才敢来下聘。那一年，我的心愿是什么？臣寡淡无趣，往后还望夫人海涵。都好说。10岁那年中秋宫宴，陛下居于高位，长篇累牍打官腔，大人们在推杯换盏，无趣至极。唯独他，那个叫安荣的郡主，他吃完自己的，又去吃旁人的，吃完这桌吃那桌。他终于来到了我的案前，莫非是发现我一直看他了？我没来由的耳畔发热。他没吃我桌上的糕饼，我特地一块也没动，全给他留的。他独独没吃我的，他是不是讨厌我？你快去问他是哪家的，你去帮我提亲，我要他做我的夫君。他不讨厌我，他怎么这样大胆？我也想笑，但我没笑。他方才盯着我时，我便没笑。他一定喜欢我不笑的样子。那便不笑了，又不是什么难事。